过去一个工程师去谈薪资，谈的是3样东西：工资、奖金和股票。现在硅谷出现了一个很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顶级工程师开始关心自己入职之后能分到多少 AI 算力，能调用多少推理资源，能拿到多少 token 预算。这件事儿乍一听好像是科技圈里的一个小细节，但是如果我们往深里想，就会发现这可能不只是一个福利的变化呀，而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因为它意味着 token 正在从一个技术单位变成一个商业单位，甚至隐隐地开始朝着分配单位去走。token 以前呢，只是程序员和算法工程师嘴里的一个技术词儿，今天它开始越来越像钱，越来越像电，越来越像一种可以被分配、被定价、被争夺的新资源。而这背后藏着的可能不是一项产品升级，而是人工智能时代一套全新的价值秩序。token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突然变得重要了？很多人听到 token 会觉得这只是大模型里的一个技术名词。没错，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讲呢 ，token 中文叫词源，就是模型处理信息时的基本计量单位。你给模型发一段文字，它要拆分、理解、生成，背后都需要消耗 token。今天绝大多数大模型服务本质上也确实是按 token 来计费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不是一个技术的计量单位，关键在于一个计量单位一旦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从技术员的工具语言变成企业的成本语言，它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你看啊，工业时代大家是按工时计量劳动，互联网时代呢，平台是按流量衡量你的价值，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价值呢开始按照 token 来折算了。你写代码、做客服、做营销、做内容、做分析，只要背后接入了模型，最终呢都是在消耗 token。于是 token 就不再只是模型内部怎么算账的问题，而是逐渐进入企业的预算表，进入产品的定价逻辑，进入组织管理的体系，甚至进入人才的激励机制。当公司的管理层开始讨论哪个团队每个月配多少 token， 哪个员工可以享受调用更强的模型呢？哪些岗位享有更高的推理预算？那这就说明 token 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技术词儿，而是慢慢的变成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为什么说 token 可能会成为工资的一部分？过去啊，公司招人最重要的就是发工资，后来为了绑定人才，又加上了奖金和股权。现在到了 AI 时代，企业发现只给一个优秀工程师发钱还不够，你还得给他足够强的数字外脑，因为同样的一个工程师，有没有顶级的模型，有没有高额度推理的权限，有没有专属的 AI 工具支持，他们的工作效率可能不在一个量级上。你给他一台普通的电脑，这叫办公设备；你给他企业版的 Copilot、Cursor、GPT 高权限、内部专属推理资源，这可能不是办公设备了，而是直接影响他生产力的增强器。所以现在硅谷的一些顶尖公司的内部算力预算已经开始从 IT 采购项变成了人才竞争项。表面上看这还是福利，但是本质上这是企业开始把一部分关键的生产资料直接配置给核心的知识劳动者的表现。所以你现在入职一家公司，未来公司可能给你的可能还会包括像专属的 AI 额度、推理的预算、模型调用的权限等等。这件事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不只是给员工发钱了，而是开始给员工发能力了。很多人现在还把 AI 理解成一个会聊天、会写稿、会画画的工具，但是从企业和资本的视角来看，他们关心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模型能不能写文章，而是这4件事儿。这种智能怎么计算、怎么定价、怎么配置、怎么分配，而 token 恰恰成为这4件事儿的交汇点。黄仁勋之前提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把未来的大型数据中心比作 token 工厂。这个比喻意味着数据中心不再只是一个提供算力的仓库，而像是一个新工业时代的生产车间。它把电力、芯片、数据、算法这些要素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一种可以被消费、被计价、被交易的标准化产品产出 token。这样一来，很多事情都串起来了。为什么大厂越来越在意模型调用的额度？为什么招聘时开始有人关心推理的预算？甚至为什么在国内某些投资机构开始招聘会使用 AI 工具的高中生了？
因为在新的体系里，谁掌握了 token 的生产能力，谁就能掌握新的价值出口；谁掌握了 token 的分配权，谁就能掌握新的组织权利。说的再直白一点，未来更重要的不是谁有模型，谁有学历，而是谁有资格、有能力、高效、低成本的调用模型。过去很多人有一个很自然的担忧 ，AI 越来越强，那么工程师是不是越来越不值钱了？表面上看呢，好像是这样，因为 AI 能替人写代码、写文章、做设计，很多中低端重复劳动确实会被压缩。但是 AI 并不一定会让顶级人才更便宜，它甚至可能会让最强的人更贵。为什么呢？因为生成式 AI 并不是简单的替代人，而是在放大最优秀的那批人的杠杆。一个普通工程师拿到 AI 工具，效率可能提升20%，但是一个顶级工程师拿到最强的模型、最好的工作流、最高的推理预算，效率可能会直接放大好几倍。那公司会怎么做呢？很简单，公司会更愿意把高质量的 token 资源集中配置给最能创造回报的人。于是结果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普通岗位被进一步压缩，中等人才更容易被替代，顶级人才和高效团队的综合成本反而会更高，因为公司不是在为人花钱，而是在为人加 AI 能力加 token 预算这个组合打包体花钱。未来企业在争夺的也许不会是某一个工程师本身，而是这个工程师背后那一整套数字生产力系统。我们继续推演下去，会发现这件事儿未来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分层。过去我们讨论劳动市场的差距，通常讲的是学历差距、技能差距、收入差距，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新的鸿沟可能正在形成，算力可及性的差距。表面上看大家都在用 AI， 但是实际上不同人背后的数字外脑不在一个层级。有人用的是企业级的模型、高额度的 API、专属的工具链，有的人呢只能用免费版、阉割版、低配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你有没有用 AI、会不会用 AI， 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和资格调用更强的 AI 外脑。所以未来的竞争呢，不再是谁更努力，而是谁能够并且会用更高级别的数字生产力。工业时代讲收入公平，互联网时代讲机会公平，而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可能不得不开始讨论另外一种公平：算力公平、模型使用权公平，或者是数字生产力公平。听上去很抽象，但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了。因为当 AI 已经开始深入到写作、编程、教育、创业、诊断、研发的时候，一个人有没有低成本调用高质量模型的能力和权限，已经开始直接影响他的竞争力。当然 token 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天然是好事儿，它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贵。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发现了，当初自己以为接入的是人工智能，后来发现自己最先接入的是一整套持续的击飞系统。模型一旦嵌入了客服、研发、办公、营销、代码生成这些关键的流程， token 消耗就不再只是一笔小的支出了，而很可能迅速膨胀，持续吞噬预算。今天很多公司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接入了 AI 提升了效率，但是如果没有进行任务分层、模型路由、缓存复用、提示词治理和成本监控，最后很容易变成一件事儿，就是效率还没有完全提上来，他们的账单先飞起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 token 越来越像一种新型电费，你不用它可能跟不上时代，你用了它如果管理不好，可能很快会失控。未来企业的管理能力不仅体现在有没有能力用 AI， 而会体现在谁有能力把有限的 token 配置给最值得的任务，谁能把高成本的推理用在高回报的场景。这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经营问题、组织问题，甚至是治理问题了。那么我们再往深想一层，谁来定义 token 的价值？谁来决定 token 的分配？谁来承担 token 的成本？谁又能确保 token 最终转化成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不只是平台的账单和资本的故事呢？未来社会的表层竞争看起来是模型的竞争，但更深一层是算力竞争，更深一层是围绕着 token 展开的治理竞争。token 最初只是算法内部的计量单位，后来它变成了商业世界里的结算单位，到现在它已经隐隐有了迈向社会分配单位的趋势。
若干年后，我们回头再看今天黄仁勋关于 OpenAI、硅谷招聘市场、关于 Token、推理预算和薪酬第4集的讨论，也许讨论的从来不是一个单位，而是整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悄悄地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尺度。而这种尺度一旦被写进公司的预算表、写进员工的工资单、写进组织的管理规则，它影响的可就不只是工程师了，而是我们未来的每一个普通人。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